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懒。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这帮兄弟们啊，跟商量好了一样，对着印度人是层层加码，签证收的比谁都紧。就在这个节骨眼上，贾康姐在她的节目里说，中国他们最近出了个超级厉害的 K 签证。所以网上立马就炸锅了，好多网友都分析说，这贾康姐是不是话里有话呀？她这是明着夸中国，暗地里给那帮去不了欧美的印度老乡们吹耳旁风呢。兄弟们西边路不通，咱们就往东边走，总有地方能落脚。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这几年曾经作为世界人才库的印度移民，突然就在全球变得这么不受待见了呢？这背后可全是故事咱们今天就来好好扒一扒。要说动作最大的，那必须是加拿大，以前我们都叫它加村，对移民那叫一个友好。但是现在加拿大是真被印度移民给搞怕了。 Don't treat Canada like it's India. You want to act like that, stay where you came from. No, I will stay here only. We are all coming and we are taking over. We will replace you all. We are going to work at the Tim Hortons and mess up your order on purpose only. We will marry your woman and shit on your beach. Nothing you can do will stop us. Nothing. Soon the takeover will be complete. This is our country. We are owner of Canada. We are proud Canadian. This is our country. We are owner of this country. We are go back to Europe. Go back to England. 他们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印度留学生的快速审批通道给取消了。以前呢，你是个印度学生，想来加拿大读书，资料一递，嗖就批了。现在呢，对不起跟其他人一样，老老实实排队去吧。光排队还不够，他们还把这个签证的数量直接砍了40%。但这还不算最狠的最狠的是出台了一个新规定，从今往后，所有印度学生想来我们加拿大留学可以先交2万加元的保证金。这是什么概念？2万加元换算成人民币也得10万出头了。那这笔钱对于一个真正想来读书的富裕家庭来说，可能不算什么，但是对于那些想借着留学名义过来打黑工，家里面条件又一般的印度年轻人来说，难度就很大了。加拿大人这招就差把我们不欢迎穷人这几个字刻在移民局的大门上了，那嫌弃劲简直是溢于言表你可能会问，至于吗？不就来点留学生吗？至于这么大的动静？哎呦，你是不知道前几年加拿大很多社区学院被爆出大量的幽灵学生，好多印度年轻人拿着学生签证过来，人家根本就不是来上课，交了学费就当是买了张入境券，然后一头扎进了劳务市场，去开卡车送外卖打黑工。他们把本地人的工作机会挤占了，还因为不交税不给社会创造任何价值，纯粹就是来消耗加拿大福利资源的。那时间一长本地人当然不干了说完加拿大咱再把这个视线转向英伦三岛。英国人嘛，你懂的，表面上呢特别的绅士，说话都是绕着弯子，他们嘴上绝对不会说我们不欢迎印度移民，但他们实施的政策那叫一个刀刀致命，每一刀都精准的砍在了印度移民的七寸上。英国人出了一个什么政策呢？禁止留学生家长陪读。这话一出，其他国家的留学生可能都没啥感觉，但是印度人直接就炸了为啥？因为全世界的留学生里最喜欢拖家带口的就是印度人，没有之一。这在英国都快成段子了。一个印度小伙申请留学的时候，资料上显示是单身一人，等他毕了业孩子都能打酱油了，一家3口整整齐齐。那等他找到工作拿到工签，好家伙，他那远在印度孟买的7大姑8大姨表哥堂弟乌泱的通过各种家庭团聚计划都给办过来了。英国移民局的官员都快哭了，他们私底下开玩笑说，我们每发出去一张给印度的签证，背后都藏着至少20个潜在的印度移民。这哪是留学这简直是一人留学全村移民的精准扶贫计划所以英国这个禁止陪读的政策一出来，看似是一视同仁，实则就是对着印度移民的脑门打了一记闷棍。加拿大和英国都关上门了，这可把这个印度人给急坏了那怎么办呢？他们扭头一看，南半球还有个大兄弟澳大利亚。于是乎，印度移民大军就开始疯狂的涌入澳洲。
据是最直观的，跟2022年比，2024年跑到澳大利亚的印度留学生暴增了80%，总人数达到了创纪录的13.9万人。澳大利亚人一开始还挺高兴的，觉得来了这么多学生能拉动经济。可是没过多久，他们就从加拿大和英国的朋友圈看到了前车之鉴，顿时就慌了呀。于是呢，澳洲社会开始出现了大量的声音要求政府赶紧踩刹车，限制印度人入境。澳洲政府也怕呀，内政事务部赶紧出来表态，说我们接下来要严格审查所有留学生的背景，尤其是那些有明显移民倾向的，发现一个打掉一个，绝不手软。如果说英加澳还只是限制和防范，那带头大哥美国人那可真的是下狠手了。这消息是真是假咱先不说，但它直接点燃了印度人的焦虑啊！他们跟疯了一样的抢购所有从印度飞往美国的机票，不管是什么航班、什么舱位，只要能落地美国，全部秒光。那架势就好像再不跑就永远没机会了。这事把美国网友给惹毛了啊！你想本来这个工作机会就挺紧张的，现在印度人还这么乌泱泱的来抢，谁受得了啊？于是呢，美国一些论坛的网友就发起了一个堪称史上最损的计划，叫阻塞厕所计划。你听听这个名多损啊！他们具体是干啥呢？就是大家一起上网查出所有从印度飞往美国的航班，然后把这些航班的机票全部买光，尤其是那些最便宜的，印度人最爱买的，但是不付款由于多数订票系统会在开始结账后为用户暂时保留座位大概15分钟，这些用户便利用这个漏洞不断的重复操作，从而在短时间内锁住大量的座位。他们这么做的原因就是为了阻止印度人。虽然这个计划有点恶作剧的性质，但是它清晰地反映出普通美国民众对印度移民的排斥情绪已经到了一个什么地步那当然了，话说回来，我们看了这么多，加拿大也好，美国也罢，他们真的就讨厌所有的印度人吗？不是的他们拒绝的是那些没钱没技术来了就想躺在社会福利上，甚至伪造材料破坏规则的低端移民。而对于那些真正有钱有技能的印度精英，你放心，西方国家的大门永远为他们敞开。而这一点就非常值得我们深思了。这也恰恰引出了我们今天真正的主角，中国的 K 签证。那说到这儿可能很多朋友会有一个疑问，既然印度移民在西方的名声都这么差了，我们中国干嘛还要推出个 K 签证去招揽他们呢？这不是引狼入室吗？有这个想法太正常了，因为在咱们很多人的印象里，一提到这个印度立马想到的就是脏乱差的街道，就是挂满人的火车，就是那句著名的网络段子，干了这杯恒河水，来世还做印度人。这些印象对不对？也对，但是它也不全面。这其实是受了现在很多自媒体短视频的影响。我们看到了一个被标签化、片面化的印度。真正的印度是一个极其复杂、极其割裂的国家。你把它想象成一个折叠空间，贫穷和脏乱差只是它最外面最容易被看到的那一层，而在它这一层的下面呢，还藏着一个完全不同的精英印度。印度有多大？幅员辽阔它穷吗？是的，有大量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但是同时呢，印度也拥有一个大约2亿人口的中产阶级。2亿朋友们，这是什么概念这比很多欧洲国家的人口总和还要多。这群人他们生活在班加罗尔、孟买、新德里的富人区，住着大别墅，开着好车，孩子们上着国际学校，享受着和西方世界没什么两样的现代化生活。你如果只去这些地方你会以为自己到了欧洲的某个城市。除了有钱人，这个印度还有非常发达的精英教育。就拿他们的印度理工学院来说，这个不是什么野鸡大小，它的录取难度比清华北大有过之而不及。考进去的学生真的是万里挑一的天才。这些天才毕业之后去哪儿呢？一个残酷的数据是 80% 的毕业生都选择出国谋生，去了美国硅谷，去了伦敦金融城。剩下的 20% 呢，留在印度的也基本上都在为谷歌、微软这些跨国公司的印度分部工作。你看看现在美国硅谷那些科技巨头谷歌的 CEO、 微软的 CEO 一长串名单全都是印度裔。这些人就是精英印度的代表，他们从小接受的是西式教育，英语说的比很多英国人还地道，思维方式、工作习惯完全国际化。这样的人才对于任何一个想要开阔海外市场的中国企业来说，是不是宝贝？绝对是所以呢，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中国的 K 签证，它的目标就非常清晰了。
我们想要的不是去加拿大打黑工，去英国吃福利的那一类印度人，我们想要吸引的恰恰是后面这一种，那些从印度理工学院毕业的，有技术、有能力、有国际视野的精英人才。我们的策略啊，就像新加坡一样，你看新加坡啊，地方那么小，但是为什么能成为亚洲金融中心？就是因为它几十年来一直奉行一个原则，用最优厚的条件吸引全世界最顶尖的人才，同时用最严格的法律把那些想来混吃等死的人挡在门外。我们要为这些真正的精英提供良好的创业环境，完善的社会保障，鼓励他们来投资、来就业，这才是 K 签证真正的目的。是选优汰劣，是精准的掐尖儿。可能有人会说啊，你把这个目标定得这么高，万一来的不是精英，还是那些穷人怎么办啊？关于这一点啊，我们身边就有一个活生生血淋淋的教训，值得我们所有人警惕。这个例子呢，就是泰国。泰国呢，跟我们一样，也是发展中国家，它的社会福利、工作收入肯定比不上欧美，但是比起印度国内大部分地区啊，那还是强太多了。前几年呢，为了刺激旅游经济，泰国政府就做了一个决定，向所有的印度人开放旅游免签。那这个口子一开啊，好家伙，那真的是黄河之水天上来呀！印度人潮水般的涌入泰国，但是问题是，他们真的是来旅游的吗？很快，泰国人就发现不对劲儿了。这帮所谓的印度游客，他们白天啊在各大景点闲逛，但是不消费，累了呢就直接睡在大街上、公园里，渴了呢就找个公共厕所喝自来水，饿了就买最便宜的面包对付两口。他们根本就不是来花钱的，他们是打着旅游的名义来泰国找机会的。他们四处打听哪里能打黑工，哪里能赚钱，找不到工作呢，就干脆在当地小偷小摸，搞得整个泰国社会啊怨声载道。泰国的社交媒体上充斥着本地人对印度游客的抱怨和怒骂，他们强烈要求政府立刻停止对印度的免签政策。泰国的例子呢，给我们敲响了一个巨大的警钟。它告诉我们，盲目的开放，不设置任何门槛的开放，最终换来的可能不是繁荣，而是一场灾难。因为对于某些只想占便宜、消耗社会资源的人来说，任何一个开放的口子都是他们可以利用的漏洞。那聊到这儿啊，我想大家对于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应该都清楚了。我们不难得出一个结论啊，中国这次推出的 K 签证不是一次心血来潮，更不是一次盲目的开放，它是一场经过深思熟虑的、目标极其明确的全球人才精准捕猎计划。我们借鉴欧美选优汰劣的策略，我们吸取了泰国泥沙俱下的教训。我们的目标啊，不是在数量上跟谁比，而是在质量上去争夺那些真正能为我们国家发展带来价值的国际精英。什么是生产力啊？高质量的外来人才才是生产力，他们能带来技术，带来资金，带来先进的管理经验，甚至能帮助我们的企业更好的走出去，去开拓海外市场。而那些只想来吃福利、占便宜的人，无论他们来自哪个国家，他们都不是我们需要的，因为他们不是生产力啊，他们是社会的负担。中国这艘大船啊，正在驶向世界舞台的中央，我们需要更多顶尖的水手来和我们一起扬帆远航。K 签证就是我们发往全球的一张VIP 邀请函，但是这张邀请函上清清楚楚的写着4个大字儿：非诚勿扰。好了，今天就给大家聊到这儿了。关于这个 K 签证，你有什么想法呢？是觉得这个策略高明，还是觉得其中有风险呢？欢迎在评论区聊聊哦。我是小懒，我们下期再见。